在這個樹皮都要搶着吃的年代，這個娃子卻拎着幾條大魚招搖過市，不僅不怕被搶，還向旁邊的大娘炫耀。喲，六嬸、三太公忙着呢。是，我正準備回家吃飯。你怎麼知道我抓到了魚？張嬸子好，溜達呢，估摸着小3斤多，純運氣好而已。喂狗蛋，這2條小泥鰍太小了，没2兩肉，給你拿回去養着玩。不是，李大江家這三娃有病吧？誰問他這個了？三叔对我真好。这日子過不下去了，我不就是想買點布料給孩子做身衣服嗎？虎娃子和大丫都這麼大了，寒冬馬上來臨，連條像樣的褲子都沒有，哪能天天光屁股？李強，你就是個軟蛋，你瞅瞅我們娘三都過成啥樣子了？喲，嫂子，日常噴我哥呢，你有心思和他唧唧歪歪，還不如直接去找咱爹要。这，三郎，你哪弄的這麼多魚？就昨天我編的那些捕魚簍子弄的唄。昨天你編的那個什麼魚簍子，我還以為你鬧着玩呢，沒想到真能抓到魚。這算啥？也就是捕魚簍子編的少，要是村裡小河扔個10幾20個，更多的魚都能搞上來。大嫂要有興趣，不如咱倆合作，回頭咱們多編幾個魚簍子，大嫂負責每天去拿魚，回頭賣了的錢咱倆55分賬。哼，你瞅瞅，三郎一個小娃娃都比你靠譜，你就不能學人家？嗨，整天吵吵，像個什麼話？都進來吧，我有話跟你們說。另外那個誰，去地裡面把你娘和二郎也喊回來。不是，爹親爹，即便我是老三，也不至於這麼不受寵吧？你連我叫啥都忘了。少廢話，再不去，你信不信老子拿些底子抽你？30年河東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窮。老登，你等你老了，我揪你鬍子。臭小子，你有種你別跑。三叔爺奶他們關起門來聊啥呢？咋啥也聽不到？能有啥？無非就是老爺子口袋裡那2個字兒唄。臭小子死進來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隔壁村的9歲都娶媳婦了，有的事情你也該知道了。不是9歲娶媳婦，這不胡叼扯嗎？公馬都尚未嫻熟，直接就闖江湖啊！溥儀當年也沒敢這麼玩啊！看到李白進來，二哥李祥連忙眼神示意，讓他蹲在自己旁邊。二哥，還是你會挑地方，這點兒靠着真舒服。哈哈，那肯定，用小弟你的話講，那叫二哥嚴選。嗨，家裡的情況你們也知道，今年確實有點餘糧，也是得了老天爺照顧。不過兜裡的這點錢你們就別惦記了，今年這秋風吹得瘆人，指不定這個寒冬臘月會怎樣。另外老二老三年歲也不小了，家裡的地就這麼多，不能都靠着這點土地刨食過活，所以我打算送一個去鎮子裡找個木匠師傅學活。我都打聽好了，2兩銀子學3年，能學多少看自己，期間沒工錢，但包吃，學會了也是一門手藝。弟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不能這麼偏心吧？學門手藝是沒錯，可我們大房這些年的付出，你也是看在眼裡的。大丫和虎娃子也不小了，連身像樣的衣服都沒有，依我看這是不中。婦道人家沒見識，我話說完了嗎？你就插嘴。大郎，你有時候也該管管了。我和你娘好說話，但不代表什麼話都好說。媳婦儿，別說了，爹生氣了。是非如何，我心中自有杆秤。這件事情我也是思考了很久才做的決定。送一個人去學木匠活計，雖然要花2兩銀子，但是至少往後3年會少張嘴吃飯。再一個，去學了這活計的人，以後我和你們娘入土後，田地只可分2成。總的來說，有虧有賺，也別說我偏心，你們3兄弟都可以選。這話一出，眾人神色再次一變。田地只分2成，這怎麼看都是虧馬了。先前還有意見的大嫂王翠蘭，立馬心情就舒坦多了。這事不是沒考慮過大郎，只是大郎現在是家裡的壯勞力，伺候田地離不開他。再一個，大郎的性子老實木訥，學活計這事兒要挑個機靈的去。我和你們爹琢磨了一下，大郎不太適合。是，娘說的對，大郎確實不適合。我覺得這個機會還是讓個2郎和3郎吧。主要2兩銀子才幾個字，相比起實打實的田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好了，不用爭了。說來說去不就那點事兒？這樣家裡的田地我分文不取，將來由大哥和二哥分賬。木匠學徒活計就給二哥去吧，至於該怎麼算，大哥和二哥將來自己研究唄。你這孩子怎麼能這麼說？什麼都不選，全給你大哥和二哥，那將來你怎麼辦？去討飯過活嗎？3郎還小不懂事，這個事情還得從長計議。是啊，小弟不能這麼草率。哼，臭小子整天胡咧咧，你倒是硬氣，顯得老子不會做人了是吧？還敢說什麼都不要，什麼都不要，你将来吃都搶不到熱乎的。很簡單，我讀書不就是了？不是，3郎也沒病啊，這今天說的啥胡話呢？堂屋內姐怎麼也沒想李白會選讀書，畢竟這對於他們來說就和買彩票是一樣，真正能中大獎的幾乎少到不可見，只剩傳說了。爹娘，就我這懶散性子，和大哥比不了，更是不如二哥，真讓我在地裡跑屎，也不見得是什麼好事。倒是個主意。即便如你所說，但讀書這費用也不是咱們家現在可以承擔的。呵，簡單，我自己掙錢不就是了？
了。臭小子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你是真觉得我鞋底子打人不疼是吧？我腿脚也未尝不快。三叔真厉害，他跑得可真快，就是一转眼都钻出去2里地了。话说三叔还回来吃飯吗？回去吃饭是，不过这事儿得等老爷子气消一消，主要也是没招了，总不能上个学还得去装天才儿童吧。小豆，在古代背景条件下，有没有什么来钱快还不惹眼的方法？如果你穿越了古代，你可以劫富济贫。官老爷家的银子一般都很多，且大多都埋在后院地下。你可以选在夜半3更时翻墙入院，想来定会有不错的收获。我他妈就9岁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你让我去当飞贼？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。这山是我们村里家宗族的，捡一些枯枝应该没事吧？烧成炭卖，价格更高。嘿，我真聪明，男人捡素带，果然硬核。李白又一次感叹前世刷的那些短视频，要不是那些一次又一次的无意间听，今日何来灵感？法子虽好，但这9岁的身体想要大批量生产，还得找人合作。想必大哥二哥也不会拒绝赚钱的机会吧？想好了如何编瞎话以及后续操作，李白这才抱着自己的柴火回家。哟，不是说要自己出去赚大钱的吗？这他妈才多会儿啊，怎么又回来了？老爹，你真帅！年轻时候想必也是十里八乡的俊后生吧？你说我到你这年纪能有你帅不？吃饭。你看我说啥？我说三叔肯定不会挨打吧？姐，你真厉害，这都被你算到了。所以说惹阿爷生气了，只要夸他帅就没事了。估計你還得跑得快。吃完飯，虎娃子和大鴨為了每天都能吃到魚，直接表示要做李白的徒弟，而李白也很開心的收下了他倆。大鴨為開門弟子，虎娃子為關門弟子。當家的三郎說的也是個法子，讀書雖然貴，但是真能學到東西，難得孩子有想法，要不咱咬咬牙。我何嘗不知，可咱們老李家世代農家子就沒出過讀書的料，人家正經讀書的都沒幾個人能成，更何況是自家這個整天只會氣自己的臭小子。反正我覺得我這幾個娃都是好的，指不定就能出一個官老爺呢。嘿，說你胖，你還喘上了。家裡現在是有點閒錢，但也不可能全部糟蹋進去。鎮上私塾開學也是年後的事情了，就送他先去讀1年試試，10幾個字也總是好的。而這時李白已經憑借着3寸不爛之舌，將大哥二哥拉上了自己燒炭的戰車。翠蘭啊，你說大郎他們哥仨最近都在忙些啥？整天鬼鬼祟祟的，真當自己藏得嚴實呢。娘，我也不清楚，看他們這架勢，應該是去鎮上趕集。他們仨小子也沒啥錢去鎮上，總不能是去做買賣吧？哼，仗着有點小聰明，整天就知道瞎胡鬧，隨他們去吧。我倒要看看這仨小子能搗鼓出什麼名堂。另一邊，三兄弟將木炭搬上了牛車，5個銅板的牛車本就是順路捎帶，壓根沒留出做人的位置。無奈之下，三兄弟只能跟着牛車步行。小兄弟，前面就是集市啊，上有規矩，牛馬不能入內，得拴在鎮口的牲口棚裡。老漢，我就送你們到這兒。多謝大叔。二哥藏得夠深啊，老實交代，你還有多少餘糧？哪有什麼餘糧，就這5個銅板，還是好幾年前攢下的。咱爹平時看我也沒比看你順眼多少，哪會給我錢？也對，大哥你身上揣錢沒？我也沒錢。三郎你是知道的，我即便攢下一點，也都在你大嫂呢，平時根本摸不到分毫。本來想着有閒錢買2包子填填肚子，算了，等回頭把炭賣了，咱們好好搓一頓。三兄弟一番打量琢磨，最終在集市東頭尋了個空位，支棱起了小攤。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冤家路窄，明明一路走來都沒見着半個賣炭的，偏偏在他們剛落腳沒多久，同行就找上門來了。小子，這年頭生意不好做，老頭子看你們這炭還行，3文錢已經不低了，這與其在這乾耗着，還不如把炭都賣給我。呵，老東西，我這炭就算賣不上高價，6、7文錢一斤總不會少，3文錢就想全收了，你當我傻啊？然而當老李頭回去後，竟使起了陰招，導致所有買炭的主顧都聽到集市裡老頭的炭好，小鬼的炭糟。一個上午過去，老李頭的炭就快賣光了，李白他們的卻還剩300-400斤。年輕人，老頭子我幹這營生大半輩子了，可以說老頭子我本人就是口碑。你這炭現在賣給我，多少還能賺幾個錢，不然照這情形下去，今天怕是要砸在手裡了。說白了，我也是為你們好。看着2位哥哥焦急的神情，不慌，大哥二哥，你們莫不是忘了，這鎮上還有鐵匠鋪呢，他們幾乎1年4季都得用炭，而且需求量大得很，這要是能談妥了，咱們家也算多一門穩定的營生了。商量好具體事宜後，李白帶着大哥去往鐵匠鋪，留下心思細膩的李祥看守攤位。可算把你們盼來了，
是李老头叫你们来的吗？快，我这儿正等着木炭救命呢。哎，不对，这点炭哪夠啊？不是說300-400斤嗎？那個鐵匠大叔，我想你是誤會了，我們不是老李頭家的，不過確實有批炭想出給你。嗨，沒事，我這兒正急需炭呢。你們有多少，我要多少，會比市價略低一點，7文錢1斤。小兄弟，你看怎麼樣？沒問題，您稍等，我們馬上就把炭送過來。當家的，你說這仨孩子到底幹啥去了？咋還不回來？別是出啥岔子了吧？你瞎操那閒心幹啥？哥3一塊能出啥事兒？你這當爹的心咋就這麼大？3個孩子出門身上一個子兒都沒帶，這都一整天了，餓壞了咋辦？再說了，你也知道那柴火生意不好做，這要是賣不出去，豈不是白跑一趟？自家男人那老實巴交的性子，不就是砍些財物去賣嗎？犯得着瞞着我嗎？早知道他們要去趕集，說啥也得給他塞幾個銅吧，總不至於餓肚子。娘，你們猜我手裡是啥？有好東西哩！你們2個小殘貓，哪來的糖吃？趙春燕和李大江也齊刷刷投去詢問的目光。是三叔給的，看我兜裡還有好幾塊哩。三郎，屋裡的3個大人面面相覷。爹娘，我們回來了。本來吧，我尋思着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們打交道，哪曉得換來的全是猜忌。行，不裝了，攤牌了。我們今兒個出去賺了3兩5錢銀子。你們哥仨該不會是去幹啥壞事了吧？本來是有3兩5錢的，就是買這些東西花掉了4錢銀子。李大江直接關門掄起來鞋底子就要打。臭小子別跑，還敢去搶劫？喂爹，你先別衝動，我能解釋的。還有啥好解釋的？我先拿你開刀，隨後為父負荊請罪，自行去衙門自首。哇，三叔又挨打了。爹，你別打。是啊爹，三郎沒錯。我打不着三郎，還打不着你們倆嗎？這壞主意指定是三郎出的，你們倆當哥哥的不攔着還幫腔，看打！最終李白屁事沒有，大哥二哥卻結結實實挨了一頓鞋底。等爹娘的火氣稍稍消了些，李白便拉着李大江和趙春燕往後山走去，直到親眼瞧見兄弟仨挖的土窯，還有地上殘留的木炭屑，老兩口懸着的心總算是落了地。孩兒他娘，你掐我一下，我咋覺着跟做夢似的？爹娘，三郎還接了個10幾兩銀子的大買賣，這事兒要是成了，往後找咱們買炭的人得多的數不清。趙春燕一聽這話，一口氣沒上來，險些暈過去。飯後，李大江單獨找了李白。爹，您真要送我去鎮上最好的學堂？要我說，村裡不就有個私塾嗎？去那對付得了。臭小子，你懂個屁！收拾好快走，路上再跟你說。原來清溪鎮上的陳夫子是實打實的秀才功名，而且他當年考秀才時名次10分靠前，就連縣令大人都對他讚不絕口。奈何天不遂人願，據說後來他動身去州府參加鄉試，半路竟遇上了山匪，一番推搡搶奪之下，他不僅被劫走了盤纏，還摔下了山坡，一條腿落下了跛疾，就連慣用的握筆右手也受了重傷。大前朝殘疾之人不可參加科舉，心灰意冷之下，他便索性在鎮上開了這麼一間學堂，靠着教書育人度日。李白一路上聽着自家老爹唾沫橫飛地講着這些坊間八卦，也不知有幾分真幾分假，但他總覺得空穴不來風，這些傳聞裡定然是藏着些實情的。陳夫子，在下是李家村的李大江，今兒個厚着臉皮帶我家小子李白來您這求學。我們村離鎮上有10幾里地，緊趕慢趕才到，叨擾您了。學生李白，文先生才學卓絕，名聞鄉里，今日攜束修6里前來為求學問道。免禮，看着倒是個聰慧的，膽子也大，年齡也略大，這番話何人教你所說？當然是小豆，不然你啊。回夫子，學生對學堂早已心向往之，平日裡就愛聽點讀書人間的事，在得知家父同意送學生來蒙學，這番話已經琢磨練了好久哩。這麼說來，雖出身農家，但也難得這一份求學心性。既如此，我便收下你這個學生，往後入了學堂，須得沉下心來熟讀聖賢書，不可偷懶懈怠。陳夫子坦然受了李白這一禮，又接過李大江遞來的銀子，隨後帶着他走進了課堂。這位是你們新來的同窗，名叫李白，你便坐那裡，同他們一道先背千字文，能背多少背多少。放學前我會抽查。你沒帶書嗎？我新來的，還沒來得及去買書。這樣嘛，那咱倆看一本唄。我叫王勝，你是哪裡的人？你看起來比我們大哎，你今年幾歲了？哎，小鬼可真煩。突然敲下的戒尺，驚得滿室書生都頓了一瞬。王勝，學生知錯了。我才轉身片刻，你便交頭接耳，心不在焉，再敢擾亂課堂秩序，便罰你抄勸學篇10遍。學生不敢了。李白，雖是王勝有錯，但你才剛入學便交頭接耳，你這胸有成竹的樣子，想必千字文詩會了不少吧？來背一遍。
不是，你这老頭不地道啊！你骂了他，怎么还能骂我呢？不就是想给我一个下馬威嗎？既如此，就別怪我出手太狠。是，夫子。小豆將千字文調出來，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張，寒來暑往，秋收冬藏。起初時，不少同窗還等着看他的笑話，但誰也沒想到，大家都想嘲笑，偏偏他李白最開掛，從頭到尾愣是一個字不差的全給背了下來。夫子，學生背完了，不知有何錯漏之處，還請夫子指教。你以前學過千字文？回夫子，學生不曾學過，剛才跟隨幾位同窗學習千字文，還是此生第一次。記憶力尚可，是個會讀書的，但萬萬不可因此志得意滿。好了，你先坐下吧，須知情思善舞，方可才學精進。詭異的氣氛寂靜了許久，最終還是陳夫子打破了這份寂靜，隨後背着手又轉悠去了其他桌。這反饋不對勁啊！這種時候他不是應該鬍子都險些揪掉，大喊天才，說什麼百年難得一見，哭着喊着要收我為徒嗎？哇，李白可真厲害！當初我背千字文的時候，可是背了半個多月呢。誰說不是，一兩次就會背了。我上一次聽說這種事情還是再上一次。這位兄台，你的意思是還有其他人和我一樣嗎？咱們夫子就是一個。據說當年他3歲識文斷字，5歲熟讀典籍，更是有過目不忘的本領。陳夫子神童之名，即便如今鄉間都仍有流傳。我操！好，就說小老頭這反饋不對勁，整了半天天才只是見他的門檻是吧？上午那堂課稀里糊塗便過去了，陳夫子偶爾踱到李白桌旁，卻沒再針對他，也不曾多做指教。直到下午散學時分，他才又尋了過來。李白今日初入學堂，學了這一日，可曾有何感悟？夫子要聽真話還是假話？你這小子倒是頗有意思，那便說說真話如何，假話又當如何？真話就是着實無聊，夫子安排給學生的課業太少，背完千字文便無事可做，只覺得整日都在混日子罷了。好，有趣，你這小子確實有些天分。如你所言，千字文於你而言太輕易，自然覺得無聊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明日按時來上學，切記把筆墨紙硯和書籍都備齊了。是，夫子。咦，李白，你家人沒來接你嗎？哈哈，我爹有點事兒，估計一時半會來不了。啊，是這樣嗎？那要不你跟我回我家做會唄，我家就在斜對面的書鋪。娘，他就是我今天跟你說的新同窗，李白可聰明了。夫子教我們的千字文，他跟着我們讀2遍就會背了。是嗎？孩子，既然是聖的同窗，便隨我們去鋪子裡坐坐吧。你一個人在這等着，總歸是不放心的。我們鋪子裡正好有人手，若是你家人尋來，也能幫着盯一眼。既如此，那便叨擾伯母了。李白來到小胖子王勝家店鋪，隨意瞎轉悠打聽一圈，差點沒驚掉大牙。沒想到小胖子家境這麼殷實。李白，你看啥呢？你都擱着愣了好一會兒了。沒啥，就是沒想到你們家居然是開書鋪的，我還以為你們家開酒樓的呢。嗨，我倒希望我家是賣吃食的，這樣我就有吃不完的小零嘴了。掌櫃，貨都給您送到後院了，您趕緊給算算這筆賬，好讓我回鋪裡交差。李老弟辛苦，快坐，咱們一筆一筆喝，做不了。又是送貨的，這次送了啥好東西？走，咱們去看看熱鬧。羊鰲筆200隻，每隻8文；煎鰲筆300隻，每隻5文；中煙木500錠，每錠20文。掌櫃，您這可是老主顧了，可別算錯了呀！我這還等着回去交賬呢。李老弟默契，這賬實在是太要了。總共150兩期錢。這話一出，喧鬧的鋪子瞬間安靜下來。羊鰲筆200隻，每隻8文，共1600文，合1兩6錢；煎鰲筆300隻，這些加起來便是150兩期錢。掌櫃和賬房先生對視一眼，連忙低頭撥弄算盤，噼里啪啦一通核對。算珠停下的那一刻，倒吸一口涼氣，猛地抬起頭，看着李白的眼神裡滿是震驚。這真的是150兩期錢，分毫不差。這位小兄弟可真是厲害，這下我能回去交差了。李白，你也太牛了吧！這麼多東西，你居然張口就算出來了，我服了。正說着，一個身穿錦緞長袍的中年男子從後院走了出來。賢侄好俊的腦子，這般繁瑣的賬目竟是能夠脫口算清，果然是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比不得。東家，伯父好。免禮，事情我聽聖兒母親說了，你家大人估計是有什麼事在忙，你別着急，順便就留在這吃晚飯吧。若是待會你家裡人還沒來，伯父親自送你回去。多謝伯父伯廬款待，晚輩受之有愧。別人家老爸與自家老爸的區別，靠，這麼可靠又有錢的中年大叔，為什麼就不是自己父親呢？盛情難卻之下，
李白上学第一天就在同桌家裡蹭了個晚飯，並且以成本價購置齊全了筆墨紙硯。話分兩頭，另一邊一個腿腳有些跛的老頭卻是睡不着了。相公，你今天是怎麼了？怎麼從回來就一個勁兒傻樂？今天是遇到啥有意思的事情了嗎？我今天見到了少年時的我自己，那孩子意氣風發，時隔多年這般聰慧靈動的模樣，竟一點沒變。哈，你這是撞見鬼了不成？隔壁張老婦最會瞧這些事兒，我這就去瞧瞧他睡了沒。你急什麼？聽我把話說完。你當真這麼看好那孩子？嘿，真是奇了怪了，這麼多年我還是頭一次見你這般模樣。那孩子得聰明成什麼樣子啊？你不懂，求學一道，光有聰明是不夠的，還得有靈氣。都說我當年是神童，記憶力超群，可那年府城院士，我卻見過真正的天才。那一年我惜敗於他，屈居第二，也算是心服口服。你說的是子遠兄？自遠兄之才，在我看來，如皓月大將，灼灼生輝，是天生的科舉魁首。只可惜那一年，我二人結伴赴秋闱，但路竟遇上了山匪，我僥幸活了下來，他卻永遠留在了那一天。一夜无话，想通透了的陈夫子胸中仿佛又燃起了当年的万丈斗志。好不容易遇到这样一個好苗子，他下定決心要傾囊相授，非要看看當年的自己與故人沒能走完的路，能不能在這孩子腳下走得更遠更高。於是接下來的幾天，李白成了陳夫子重點關照的對象，不管陳夫子如何加碼，他始終超額完成這一切，直到陳夫子看見只有半邊的簡體字。擁有滿級 AI 的我穿越古代，但卻因為只會簡體字被老師罵成一譜答辯，而他不知道我用一天就能把字練得震驚他100年。我教書育人一輩子，還沒見過有這樣的事。夫子說的是，來，您先喝口水，氣壞了身體不值當。喝還喝你個頭，去給我到外面去。從今天起，你就給我在那蘸清水在石板上寫，什麼時候我看得下去了，你再進學堂的門。哎，學渣就是學渣，即便穿越了有外掛，這學渣的特殊待遇也跑不了。不過李白知道夫子是為自己好，他要想走科舉這條路，如果字不工整，只怕考官只看一眼便會當坨狗屎扔到一邊，無奈只得換出小豆 AI 輔助自己練字。當家的，三郎這孩子怎麼回事？我聽大郎說所有孩子都散學了，就咱家三郎被留在最後，還把夫子氣得不輕。這個事情我也聽說了一點，不過咱們得看開點，不能給孩子壓力，就算他做不到，也依舊是我李大江的兒子。況且三郎那麼聰明，日子不會差，雖然木炭不如冬天那般好賣，但鐵匠鋪那邊也算穩定，負擔得起，由他去吧。不是，當家的，我嫁給你都多少年了，原來你也能吐象牙啊！去，我當年也是十里八鄉的郡後生，好吧，想嫁給我的姑娘都排隊排到老遠了，撿了這麼天大的便宜，就偷着樂吧你。切，我摸樣也未嘗不俊。而正當兩人閒聊時，外面的李白卻當場懷疑人生了。哇，你們不要搞我啊，這沒道理也沒天理啊！看着大哥大嫂和兩個筆都拿不穩的娃子寫的一手好字，即使他心態再好也繃不住了，卻不知他最大的打擊即將到來。哎，你們都聊啥呢？我們在跟三叔學寫字，寫字可太難了，我們寫的都跟書本上一模一樣，不像三叔，他可厲害了，三叔畫的歪歪扭扭可好看了。我操！是嗎？那我也試試。不，你不要過來呀！三郎，你咋恁小氣？你都教了別人了，又不差二哥一個。比起其他人，二哥簡直就是個奇才。一通鬼畫符之下，竟然莫名其妙有了意境。李白當即黑着臉轉頭走了，不玩了。哎，三郎，你幹嘛去啊？你倒是點評一下再走啊，寫個字而已，這也沒多難啊。三郎，你就跟二哥說說唄，你這寫字究竟什麼情況？二哥雖然是個門外漢，但二哥一向眼光毒辣，說不定能幫你一起想想辦法。李白冷靜了一會兒，也算是看開了，他確實沒有寫毛筆字的天賦，只想看得過去就行。也沒啥，二哥，我不是吹牛，光論讀書一道，我無敵，但就是寫字跟撞鬼了一樣。夫子因為這事頭都愁得兩個大了，因為閱卷考官壓根就沒心情看那些字醜的。三弟有時候做事越心急就越做不好，我們可能都只是碰巧，所以寫的看得過去，至少我們拿筆姿勢都沒你好看。我操，二哥你真他娘的是個天才，就是姿勢。瞬間李白再次來到了練字的石板旁，轉手就用起了他最習慣的硬筆手勢，整個人像是打通了任督二脈一樣，筆筆生花。三叔的字越寫越醜了，已經沒有之前好看了，這便是天才的隕落嘛。就是
三叔的字迹中再也没有之前的丹青之意了。哎，笨蛋，丹青是说坏话，不能用在这里。就这样，这天晚上李白练了很久的字，直到天色渐晚，实在看不清了才停手。日升月落，第二天，清溪镇学堂中，你究竟是如何開竅的？嘿嘿，夫子，就問您這字有沒有達到標準？不錯。我操！不錯個屁！你少得意了。來，再寫一遍給我看，就寫千字文。老夫嚴重懷疑你有問題。一個人怎麼可能一個晚上就有如此大的變化？李白也無奈，不過為了證明這份課業確實是自己寫的，也只能用他那相對醜陋的握筆姿勢開始下筆。怪哉，之前握筆姿勢一直挺標準的，結果寫出來的字奇醜無比，如今用這怪異的握筆方式，竟然還寫出了一手好字。算了，手行丑總好過狗爬字。來，為師這有《論語》《孟子》《大學》《中庸》這些書，你先拿回去抄寫。接下來你的重點就要放在這上面了。書籍在古代是貴重之物，但此刻陳夫子要不是害怕李白貪多嚼不爛，甚至都想把它直接扔進自己的那些珍藏裡面。蒙學三冊確實不難，但我後面拿出的這些東西可就沒那麼簡單了。年輕人還是太年輕，總要見識一下天高地厚的。哎，李白，發生什麼事了？你怎麼看起來不太開心啊？嗨，大人的事情你不懂。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悲哀，叫做天才的煩惱。有時候我還真羨慕你。是嗎？不過你不用羨慕，我有時候也羨慕我自己。看看，這是我新買的小老虎，雖然之前的被夫子沒收了，但正所謂舊的不去，新的不來。昨天我娘又給我買了一個，厲不厲害？好吧，我果然還是沒辦法融入一點小孩。一晃5年轉瞬過，這5年中家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木炭生意越做越大了。因為害怕別人眼紅，也讓了一部分小吏出去砍柴的活計，直接給了村裡的大爺大媽，形成了穩定的經濟供應鏈。二哥娶了隔壁村燒炭李老頭家的孫女，結婚1年後，二嫂李招娣就又給老吳家添了個大胖小子。但遺憾的是，也是這1年老李頭去了，李白提出的沙發的理念被鬼才二哥成功研發出來，生意做得比木炭還大，賣到了州府去。吳大海和趙春燕2人直接過上了半退休的日子。李白瞅着美人胚子的大丫，主動給改名為吳映雪，寓意他日後品性純良，心性剔透。不過期許大多背道而馳，吳映雪不僅對女工活一竅不通，反而因為仁義過人，成為了村裡孩子的武林盟主。小侄子人如其名，虎的一匹，才9歲就繼承了大哥的那一身力氣。雖然學習不行，但李白找丫要的現代格鬥理論，他一點就透，是天生的練武奇才。很多時候李白看着都羨慕，不過李白的體格也不賴，因為從小便被老爹追着打，他跑路的速度堪比蘇炳添。為了將自己的速度優勢發揚光大，他還專門結合了跑酷、跳高等項目運動。現在面對家裡這種院牆，對他來說如履平地。至於另外一個天賦就更離譜了，袖裡藏刀耍得飛起，只能說老鷹過億了。這一世他心裡指定是有點說法的。呼，指哪打哪，舉重若輕，想必這個世道真有江湖高手，我這手法也上得了台面了吧？而就在李白自嗨時，突然傳來了一聲擦大哥。擦，大哥，老弟，大哥，老弟，大哥，你小子夠了啊！今天放假不用上學，你不在家待着，跑我這兒來搗什麼亂？哎呦，大哥，你這手勁是越來越大了。是陳夫子讓我來的，新一輪的縣試下個月要開考了。夫子說壓了你好幾年，如今總算是勉強過得去，能讓你下場試一試了。該打點的關節和流程，他都給你安排妥當了。啊，不是，你跟我說實話，老頭子是不是老年痴呆了？他能有這麼好心？不瞞大哥，要不是我親眼所見，也不太相信。畢竟眾所周知，陳夫子教書育人，一輩子就只出了你一個逆徒，我也以為他還得再折磨你2年。不過這回是真的，咱倆和一些同窗一起去。是，咱倆下場你也去。我去，对啊，我好像也要去。媽呀，這不玩完了嗎？就我這3腳貓功夫，怎麼名單上還有我啊？眾所周知，我不是讀書的料，我是來成混日子的。現在跟陳夫子說一聲，我不去，你說還來不來得及？應該是不行了，你當下場科考是過家家的，你名字都報上去了，回頭又不想去，考生戶籍檔案上肯定要被重點標注的。算了，正好你來了，我家裡之前陳夫子留下的課業不少，其中就有很多是往年的試卷，去我家吧，正好你也試一試，行不行？到時自然一目了然。再者說，即便不行也沒办法，你還得硬着頭皮去考，大不了就是落榜而已，也沒多大事。下場是啥？確實聽起來挺嚴重的，要不跟爺奶匯報一聲？算了，反正三叔讀書家裡也沒抱多大希望，這事我就不去嚼舌根了。剛好三叔溜了，他的靶子和飛刀還在這，正好借我玩玩。哼，我愚蠢的姐姐，江湖共主的位置不屬於你，就讓我用飞刀來丈量一下，你究竟有多少氣量。糟了，
完全不會啊。這文歷代漕運利弊，基金如何疏浚河道，暢通南北，以疏民困，是条陳枝到底是出自哪裡？我感覺我壓根就沒學過。大哥，你確定這是現實的題？考卷之前我也不是沒接觸過，沒見過這麼難的。這我哪知道，反正這一張就是我最近在啃的。老頭子親口說，這就是近年來的现实試卷。王胜一聽這話，臉都白了。整張卷子他也就前面簡單的能寫上幾句，後面的連題幹都看得雲裡霧裡。但李白不知道的是，陳夫子給他找的這張往年現實題根本就不是什麼现實卷子，那是老夫子托了城裡的好友費盡心思才淘換來的鄉試試卷。所謂鄉試，有成就位，一旦上榜便成舉人了。放在古代，一個縣能產生一個舉人，就算是教化有方，世事大事能夠作為政績的，只能說陳夫子下手是真的黑。累了，毀滅吧！我算是发现我真不是读書的料。不過也好，跟着大哥你們去走個過場，見識見識考試啥氛圍。這樣一來，將來我有了兒子，我也能跟他吹。這不就對了嗎？不就是考試而已，能過過，不能過還能死，咋地？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，山光悅鳥性，風清落子時。做人嘛，最重要的是開心。卧槽，大哥牛逼啊！我一直知道你才學不菲，但沒想到大哥居然這麼強。這首詩藝術成分起碼有3、4層樓那麼高。這首詩前一句抄的王雷，後一句即便寫的再一般，也屬於屎盆子鑲金邊，能不好嗎？走了，正好你有馬車，送我去老頭子那裡一趟。既然是要下場科考，那還是要臨時抱一下佛腳的。我手上的卷子最近都做完了，得去老頭子那掏點存貨。大哥，你剛才才說不要內卷，結果回頭自己就卷上了。我發現大哥很多時候你行事準則都有2套，簡直離譜。被敢說誰雙標呢？怎麼罵的這麼難聽？我開解你還有錯了。兩人打打鬧鬧的便來到了陳夫子家，兩人才剛到門口，就看到正在浇花的陳夫人。師娘，今晚我要吃大肘子。是小白和小盛啊，快，家裡坐，你們先生在書房裡呢，我去給你們倒茶。師娘真別麻煩，我就是来先生這兒交作業的，順道蹭個飯。是啊，師娘。嗨，你們都叫我師娘了。師娘也是娘，現在師娘就是要讓你們喝茶，我看看誰敢不從。李白和王胜两人对视一眼，既然无法拒絕，只能點頭接受了。事實上，他們和陳夫子的關係依舊是先生和學生，從未拜過師。但李白這個厚臉皮的，從第一次來就一直師娘的叫，一開始還有糾正，可這貨自有一套說辭，後面也就由着他去了。書房裡的陳夫子聽到小院裡吵吵鬧鬧的，也是連忙走了出來，看到小胖子王勝還算心情平和，可一見到李白瞬間氣不打一處來。臭小子，你還敢來？你看看你這課題寫的都是些什麼？穿越古代，我不過是用現代化翻譯了一下《論語》，這個古代的老師就當場要讓我滾出去，但我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讓他當場窒息。從古至今，強則強，弱則亡。無論是天下還是個人，都是如此。我們雖為人穿衣冠，但那些鄉紳豪強，對我等小民，何嘗不是弱肉強食？拳頭大才有道理，學生自覺無錯。一番話說完，陳夫子徹底被他這一番話說愣住了。強詞奪理，即便如此，也不是你胡亂篡改聖人學說的理由。剛剛泡好茶水的師娘陳夫人走出來，看到這一幕，搖了搖頭。一把年紀了，天天跟個孩子置氣，也算是越活越回去了。小胖子走，跟師娘買肘子去，讓他們這對先生弟子在這兒吵吧。好嘞，師娘。好吃，師娘之廚藝，勝酒樓大廚遠矣。要我說，師娘就應該去開個14，想來生意定是火爆。對，還有釀米酒的方法。你們2個小饞鬼就是嘴甜。這頓飯李白不僅吃得香甜，還拜了陳夫人為義母。陳夫子因為沒給紅包，所以他並沒有拜夫子為義父。當他倆走了後，陳夫子就開始了背後的嘀咕：別看了，那臭小子氣死人不償命，你咋就這麼稀罕他？獨就是長得好看點，說話嘴甜點，為人聰明點。說啊，怎麼不繼續說了？別以為我不知道，你很多次都動了收徒的念頭。當初那孩子叫我師娘的時候，你那嘴角都快翹到天上去了。怎麼會不喜歡呢？只是那孩子注定不是池中之物，將來是要為民請命的，將來讓他拜一個大官當老師，也好讓他多個出路。算了，不說這個了，反正我的人脈都被掏空了，傾盡所學，能教的都教了。哇，三叔，你這是把陳夫子家洗劫了一遍嗎？去，你這丫頭越長大越沒個正形，整天打趣你三叔。我要真想把陳夫子家裡洗劫，怎麼可能會才這麼點？爹娘，接下來這段時間我估計要外出一趟，陳夫子要帶我們復習遊學，估計約摸着會離開一段時間。啊，要出遠門做學問啊？那得去多遠？多長時間能回來？
婦人之仁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。差錢就跟爹說，這些年倚仗你小子，家裡也沒少賺。男子漢大丈夫當志在四方，你比爹有本事，有機會的話，你替我去看一看吧。就这样，时间很快来到了约定的日子。李家人虽然不知道李白是要去考試，但還是習慣性的給他煮了一鍋紅雞蛋。而行千里母擔憂，趙春燕一邊叮囑李白出去多個心眼，一邊說遇到危險就直接跑。聽着包含着母愛的嘮叨，一旁的李大江頓時不樂意了。這包東西是你二哥給你研究的，最近家裡忙，他走不開，就沒辦法來送你了。只不過你二哥說這玩意他也沒試過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你自己悠着點。李白打開一看，頓時間雙眼都亮了。二哥在研究小玩意上是有點說法的，方便面都搞出來了。與父母分開，李白和好兄弟王勝一同到了學堂門口。而當他們看清陳夫子身上的油紙包後，瞬間就繃不住了。老頭子，我一母也沒放過你啊！今日先生和學生倒是同病相憐了。差不多行了，都是要下場考試的人了，怎麼還是一副不正經的樣子？其實陳夫子是故意的，他看到張浩幾人太過緊張，他深知幾人學識都過得去，但心態不行，所以才故意搞出這麼一樁笑料，好讓這些個小家伙緩解一下心態。都到齊了，就出發吧，我們這就去商隊那裡。行遠路，人多些總是安全的。一行人剛在鎮上與商隊碰面，陳夫子便和商隊老板寒暄起來。有勞沈老板了，今日同你們一道。快請，待會兒咱們定要好好繼續救。老頭子什麼時候有這麼一位好友了？以前可從沒聽他提過。關於這位沈老板的事，我好像倒是聽過一點。他曾惹上過一樁官司，有人眼紅他生意做得好，故意設局陷害。後來機緣巧合，沈老板經人引薦，輾轉找到了陳夫子，他再三哀求，陳夫子才出手幫他寫了一份答辯狀。也正是憑着這一紙辯詞，沈老板才得以在公堂之上據理力爭，最終化解了這場無妄之災。要這麼說的話，老頭子確實有大恩於他。既然這樣的話，咱們就都別客氣了，走吧，有馬車蹭多好的事兒。就這樣一路走去，便直接到了中午。胖子，你去找商隊借個鍋煮點水，哥們今天給你們露一手。李白看着其他人手中的乾糧，忍不住就想炫耀一下他二哥給他做的方便面。燕祖兄，剩下的路還遠，做飯恐怕來不及。若是我們無法在天黑前趕到下一個小鎮，恐怕就得露宿荒野了。沒事，我這個是素食，熱水燒開片刻就能吃，你們別問那麼多了。若是想吃頓好的，那就聽我的。陳夫子，他們這是要幹嘛？怎麼還生火了？該不會想做飯吧？應該，大概不會吧。然而不一會，方便面的香氣就飄了起來。娘嘞，這幾位小相公做的什麼吃食呢？咋能香呢？我咋知道啊？不過光聞着這香味，感覺我娘子給我蒸的饃饃都不香了。一股濃郁的香味飄散開來，商隊裡眾人頓時被勾起了饞蟲。從生火到飄出香味，這才多大會兒功夫？怎麼眨個眼的功夫，這幾個小子就已經吃上了？周圍人的目光實在太過熱切。李白本就沒打算吃獨食，索性一早便將二哥準備的方便面全煮了。飯後，一行人繼續趕路，一路奔波，終於趕在天黑前抵達了青陽鎮。本以為能舒舒服服的好好休息一下，結果不少考生和行商早就將小鎮上僅有的一家客棧塞得滿滿當當。無奈之餘，沈老板只得四處奔走，最終花了遠比住店更多的銀子，找了一處空閒的農家小院。你們放心，俺家這院子雖然舊了點，但各方面也算齊全，比起你們去擠那悶熱的客棧，可舒服太多了。太不要臉了，明明就是個久無人住的院子，愣是說的比客棧還要舒坦幾分。一行人也沒什麼挑揀的心思，然而誰也沒料到，夜半3更時，麻煩終究還是找上門。我穿越成古代神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極致將飛刀練到百發百中。然而沒想到，這驚天地泣鬼神的第一次出手，卻給了一個小毛賊。兄弟，你已經被我包圍了，我們租你這破院子也沒少給錢，你怎麼心這麼黑？乾瘦漢子二話不說就要逃，然而還沒能爬上院牆，就被身後飛來的一腳踹飛。李白發出的聲響令商隊的人驚醒，一群人從屋裡衝出來，看見賊人便是一頓拳打腳踢，看得打得差不多了，沈老板才慢悠悠的出來。先住手，你把人打死了。不是，兄弟，你這麼做就不地道了。沈某租借你院子，本瞧着你是個老實的，你多要了些，我也未曾還價，結果你搞這種。然而乾瘦漢子不但不承認他行偷竊之事，反倒還倒打一耙。來人啊，打死人了！這群外鄉人打死人了！我就是不放心這夥人，所以才想着來看看，結果不曾想，卻險些被你們害了命。他越說越嚎啕，聲音也越來越大。不多時，周圍的街坊鄰里就圍了過來，看見熟人這漢子，當即更大聲了。
張婶子、雷大哥，你们快救救我！这群外乡人要杀人！干瘦汉子立马卖起了惨，显然是个能说会辩的主。街坊邻里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，一时间还真把李白一伙人当成了杀人害命的贼人。青阳镇的热心群众不多时就纷纷抄起农具，将整个小院都围得水泄不通，更是有几个机灵的还去把李正给叫了过来。在古代里，正就相当于大队长。当李正来到时，汉子看到张嘴就哭：三舅老爷，你可算来了！这伙外乡贼人要杀人害命，您可得为我做主啊！之前我租院子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这伙人不对劲，生怕老宅里的东西出了问题。我只是来看了一眼，要不是诸位乡亲来得快，我险些被打死了都。三舅老爷，各位乡亲邻里，你们可得帮帮我啊！干瘦汉子先入为主，众人看着他满身伤，也不禁生了几分同情。于是啥情况还没搞清楚呢，他们就被乡亲们围了。大哥，这啥情况？这么多人，大半夜的干嘛呢？是啊，彦祖兄，我怎么感觉这些乡亲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啊？贼人正在贼喊捉贼呢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马上就要被当成贼人了。尔等何人？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镇上动手打人！我这外孙不过是担心祖宅，夜里过来瞧上一眼，竟被你们打成这般模样，今夜不给个说法，休想出这院门半步！听到这话，现场的气氛一瞬间剑拔弩张了起来。小胖子王胜等人也算是听明白了，一个个一挥衣袖，气得不行。就连跛着脚走出来的陈夫子，看着帮亲不帮理的李正，就准備上去解釋一番，卻被李白給攔住了。夫子，這件事情已經不是講道理能夠說得通的了，尤其這些村民手裡都握着家伙，您腿腳又不便，就別摻和了。這怎麼能行？我等讀書人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不是老藝術家都這麼沒眼力見的嗎？夫子，正所謂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，您是君子，您靠邊站，這是看我的。那個都停一下，我說兩句。聽見李白說話，不少人才後知後覺瞥見他們幾個讀書人，咋看也不像是乾瘦漢子嘴裡的歹人。你又是何人？莫非也是他們的同夥？事已至此，只能鐵了心要袒護自家親戚，一旦讓他們把話說，那就麻煩了。閉膽！你知道我們是誰嗎？誰給你的膽子扭曲事實？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膽。一時間吵吵的眾人直接靜音了，挨了一逼鬥，李正也嚇得不輕，下意識脫口而出：你是誰？問得好，老子叫厲飛羽。說實話，今日來你們青陽鎮，一路行來，只覺民風淳樸，鄰里和善。我還以為這木川縣令是個辦實事的好官，結果沒曾想，這地方竟是個不分青紅皂白的賊窩子。李白上來就先報了個瞎編的傳統假馬甲，壓根不解釋自己的來路，反手就給整個青陽鎮扣了頂大帽子。你剛才口口聲聲說我們是賊人，要殺人害命是吧？沒錯。很好，就怕你小子不承認。你們自己看看，就這麼個破院子，值幾個大錢？裡面這些破爛玩意兒，有什麼值得我們偷的？話音未落，他又一把拽過旁邊的沈老闆。來，你們再好好看看他，他是沈老闆，正經的大商人，生意做遍了整個漢安府，哪個衙門裡面沒有打點，哪個當官的跟前沒有熟人？他沈老闆指縫裡隨便露出點銀子，都夠買這個破落院子10次8次的。我那麼厲害，我記怎麼不知道？李白這話一出，效果立竿見影，一群村民的目光齊刷刷投向沈老闆。看到他身上的錦緞華服，反應過來的村民們風向一下徹底變了。俺們該不會真成了幫兇吧？呵，反應過來了，不吹牛的說，虧得沈老闆心善，不然就憑手下的兄弟趙老哥他們幾個練家子。你們真以為拿這些鋤頭扁擔能攔得住？按照大錢律法，夜無故入人宅，地前行偷盜劫掠者，主人登時格殺勿論，罪不加身。若擒獲送官，上有賞銀犒勞。像你們這種不分青紅皂白，夥同賊人的行為，即便我們今天把你們打死，也不用坐牢，說不定特麼的還能獲得縣令的嘉獎。你們這些人真的是運氣好，知不知道自己剛才已經在鬼門關外走了一趟。這話一出，一眾村民瞬間倒吸一口涼氣。小相公誤會啊！是啊，俺們也是聽到有人打完上喊叫才出來的，街坊們都是相助幫忙，萬萬沒有幫兇的意思。村民們徹底慌了神，七嘴八舌的開始辯解，生怕被扯上關係。李正一看這風向大變，心裡咯噔一下，知道自己失算了。剛想張口再辯解幾句，挽回點局面，誰曾想來，壓根就不給他開口的機會。